vivo X Fold 3系列错过了首发开箱啊，大家应该已经都看过外观了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不再对外观做过多内容。今天视频核心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vivo 这次折叠屏对于苹果生态，特别是苹果笔记本的适配。这次适配之完整之细腻，我甚至觉得，如果苹果发布折叠屏和 Mac 的联动，也就是这个效果了吧？当我们第一次把我们的 vivo 手机和 Mac 进行连接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连接一次数据线给我们的 Mac 装一个软件，在这里就有一个 vivo 办公套件，我们选择安装，就能够看到这款软件已经出现在这里。大家看，我现在找出这张照片，然后选择分享这个按钮，选择分享到附近的设备。这个位置出现的就是 MacBook M3 芯片的 MacBook Air， 现在选择它，看到了吗？就这么快，这张照片已经发过来了，在电脑的右下角弹出了一个弹框，然后我们选择查看，就是这张照片。通过你的安卓手机，可以瞬间发内容给你的 Mac 电脑。不光是照片，我们试一下视频啊，53秒左右的，然后点击分享，分享到附近的设备，选择点击。能看到它的接收速度吗？除了照片和视频之外，其实文件也可以用来进行传输。我们现在随便找一个文件啊，这里有一个我 test 的这个 PDF， 发送，瞬间就过来了。好了，刚才我给大家演示的呢是偏向 iOS 的一种文件传输体验，对吧？无线的 AirDrop 的一种体验。那么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另一个传输文件的方式，是更偏向于 Windows 电脑的，或者说更偏向于安卓机型的。首先，我们可以依然打开刚才我们那个办公套件，选择立即连接。我的这个电脑软件界面就会像我们的一个文件管理器一样，把你这个手机里所有的照片、视频、文档全这样按照时间的顺序，非常好的进行分类。任何的视频，我只需要点住，然后拖动，大家看，哎，松手。它就进行复制了，看到了吗？我现在是完全无线连接的。我想把我一张照片从电脑传输到我的手机当中，然后这样直接拖拽，看我手移动过来之后，它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虚线框，然后我松开，看到了吗？这是最新的，然后今天下午显示的是今天下午2点40传输过来的。我们在 vivo 手机上进行拍照或者截屏，我现在先来给大家截屏看一下啊。比如说就这个，我想现在截屏，在我截屏的瞬间出现了一个弹窗，截一个日历，1、2、3。这个时候我可以选择保存。如果你选择保存，它会问你保存的路径，比如说我就保存在这里。看，这里有一个复制，如果我点击复制，选择 Ctrl V， 看到了吗？刚才的那张照片就被复制到了我的备忘录中，拍照也会有显示。比如说我现在选择复制吧，我们复制在这个文档下方，看，哇，我觉得这个体验不是跟 iPhone 的体验非常接近了吗？就是它弹出的这个位置非常符合 Mac 用户的使用习惯，因为如果我们 Mac 用户，比如说截屏，你看 Mac 用户他的那个截屏预览小图呢，也是出现在这里，就是它的整体使用习惯一看就是一个经常使用 Mac 这样的用户他所开发设计的。假设我现在在我的 vivo 手机上打开一个电脑的链接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我屏幕的右下角会出现一个弹窗，如果这个时候我点击这个链接，看到了吗？就是我在手机上的那个网址就通过我的电脑浏览器直接打开了，这个体验和 iPhone 与 Mac 连接也非常相似。接下来呢，我想给大家演示一个就是手机投屏。其实这个功能呢，对于安卓的手机或者说电脑来说呢，已经不是很新鲜的了。但是大家注意，这是这一次 vivo 给 MacBook 苹果电脑进行的适配。我现在给大家打开，在这里啊，然后我们点击手机投屏，哎，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电脑的触控板来进行控制手机的操作。比如说我可以在这里直接打开微博，然后比如说我可以在这儿直接退出，然后可以在这儿去查看我的相册。作为一款折叠屏，我们当然也可以给它进行翻折打开，看到了吗？
这个时候电脑上的这块屏幕也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大屏。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呢是这个功能啊，是手机远程操控 PC， 然后它会有一个连接啊，大家看到了吗？现在就已经完成连接了。就我现在这块手机上的屏幕内容，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我的 MacBook Air 上电脑的屏幕内容。这个时候我就可以通过我的手机来操控我的电脑，看到了吗？如果你嫌这个字小，可以放大，看，然后双指拖动，你也可以通过你的单指直接去拖拽。然后大家可以注意啊，这个屏幕的右下角呢有3个小按钮，我给大家依次来看一下这3个小按钮是什么。第一个，那自然是鼠标，可以在这个位置直接使用滚轮，这直接向上。然后这个位置我可以直接进行右键。第二个就是键盘了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当我选择键盘之后，哇，我觉得这个功能非常的适合折叠屏。这个位置呢，其实就和输入法差不多的。大家看上方这一排啊，这一排呢其实就是专门给 Mac 来适配的，比如说有 Command，有 Option， 有 Shift， 有 Control， 就不同的快捷键。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，当我选中当前窗口的时候，我如果点 Command 加 M， 它就是一个神奇缩放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。Command 加上 M， 在这个位置，它把快捷键都已经给你设置好了。我点击它，比如说这里有复制、粘贴、剪切、全选，各种的快捷键。比如说在这里啊，我选择调度中心，再点一下，比如说我现在选择一下启动台、显示隐藏、程序屋。当我把这款手机旋转过来，怎么样，同学们？我必须得给这款手机这个形式一个单独的当当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当我把这套键盘隐藏之后，大家看，它变成了一个触控板，你看到了吗？当我把这款手机放在这儿，我可以直接进行选择。我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可以通过双指来进行滚动。这是不是就跟你的 Mac 上的操作是几乎相同的？双指点击来进行右键选择，这个就跟我的触控板完全相同。我触控板也是双指点击，而且呢，在我们这个双指点击的时候呢，它会有一个震动，听到了吗？在这个位置呢，有一个声音的功能。如果我们远程去操控电脑上的一些文件，那你不在那个电脑面前，你肯定听不到电脑它本身发出的那个文件的声音，对不对？我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这个时候我就可以通过声音的功能，看到了吗？就把声音从电脑上转移到了我的 vivo 折叠屏上。在这个位置，看到这里有一个结束操控了吗？假如你在家里去远程操控你公司的电脑，那么如果你操控完成之后，你的电脑不锁屏，那么是不是有风险会被其他同事看到你电脑内部资料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通过我的手机端来结束我的远程操控，实现一个远程锁闭。大家看，退出，看到了吗？我现在的 MacBook Air 自动锁屏了。如果你想进入的话，需要输入 Touch ID 或者密码。最后一个场景是，如果我出差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份重要的文件落在家里的电脑里了，然后因为你出差了，家里也没有其他人能帮你开启电脑，那么你是否可以通过你的 vivo 手机对家里的电脑进行远程激活呢？1、2、3，走起！这个时候我就已经远程激活了。然后我就可以在我的这里来输入我的密码啊，把我的键盘调出来，输入好了之后选择回车。哇，我觉得这一套逻辑的整体操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细腻，非常非常棒。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几个硬件环节啊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次铰链的进化。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角度呢，是目前折叠铰链悬停最好的三星Z Fold 5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vivo X Fold 3 Pro 到底表现如何。首先呢，我们来测试一下最大展开角度啊。最大展开角度呢，vivo 因为它本身的镜头模组还是要比较大一些，所以受重量会有限制多一些啊。这个时候手机就摔倒了。再来看一下最小折叠角度，大概算在这个位置。现在大家看到画面上的呢是6款国产折叠屏，我这次测试它们的最大展开角度和最小展开角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除了悬停角度之外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 vivo X Fold 2，
在我使用的过程中，你会感觉到它推的过程中会明显有一个回弹的这种虚位，能感觉到吧？而大家看一下这一代的 X Fold 3 Pro 啊，非常稳定，几乎没有这种虚位了，每一个角度悬停都相当扎实。再给大家看一下目前折叠屏的重量啊，从左到右依次是从轻到重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vivo X Fold 3 Pro， 它的重量是240.9克啊，这个重量呢应该是仅弱于荣耀 Magic V2 保时捷版本，但是需要注意。荣耀这款它的电池是5000毫安时，而 vivo X Fold 3 Pro 它是5700毫安时。那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轻量级的 vivo X Fold 3，它的重量来到了223.5克，是我目前使用过的平板折叠屏里重量最轻的一款。我把前2代 vivo X Fold 跟这一代的2款做一个对比，大家就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啊，我用完 vivo X Fold 3系列，再拿起 vivo X Fold 第一代，也就是2年前的产品吧，但是现在拿在手上，完全觉得就是一块板砖。至于大家关注的折痕方面呢，我把几款折叠屏摆到一起啊，除了三星本身不在乎折痕之外呢，国产折叠屏基本表现差不多。最后我们再说一下，这次电影模式也来到了折叠屏上。之前在 vivo X100 系列上我们测试过这个模式，当时呢对于追焦环节其实是有些问题的。这一次我们测试这些问题都已经修复了。vivo 这款它是支持 4K 分辨率拍摄，同时支持多帧率拍摄，支持前期选择对焦点，也支持后期编辑的时候重新选择对焦点。软件功能很强大，是目前唯一支持电影模式的折叠屏。我推荐大家拿到手之后一定要多用一用。这个位置呢，大家看一下，我画面中我和达菲之间有左右两个小哥，对吧？他们俩前后距离我的位置是不同的，虚化效果你看到了吗？它也是不同的，就是和光学虚化的效果非常接近。vivo 近期一系列的这个软件优化真的体验很棒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我对于 vivo X Fold 3系列的使用体验分享。核心还是想和大家聊一聊，一家安卓厂商对于苹果生态的适配，居然能达到这么高、这么成熟的水平。我在使用 X Fold 3系列的一个感受是啊，很多折叠屏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更接近直板手机的体验，而 vivo 折叠屏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一款更好的折叠屏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朱文泽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